没钱就没钱，何必打肿脸充胖子？让我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：你觉得在美国到底有多少人真能带着200万美元或者以上退休呢？如果你花足够多的时间看理财内容、刷财经新闻，或者哪怕只是看看你周围的一些高档社区，你可能会开始觉得200万美元好像已经成了基本盘，好像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数字，那就是你哪里做错了。你可能不会相信，但这种感受其实和现实严重脱节。当你真正去看数据，不是新闻，不是平均数，这个数字可能远远低于你的想象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所以在这期视频中，我会带你一起看看200万美元到底有多稀有，在退休人群中你大概站在哪个位置？为什么200万有时候让人安心，有时候却依然焦虑？以及真正决定退休质量的，其实从来就不只是金额本身。为什么200万美元会感觉比它实际上更常见呢？第一个原因叫做地域偏差。如果你长期生活在南加州、湾区、纽约、波士顿这样的地区，你会非常容易产生一种错觉，好像身边随便一个退休家庭账户里就有100-200万美元，你会下意识地觉得这应该是正常水平吧？但事实并不是这样，你真正看到的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人群，高收入职业人群、企业主以及那些持有房产几十年、受益于长期房价上涨和工资上涨的老业主。换句话说，你看到的不是美国社会，而是美国社会中非常特定的一小块。第二个原因是媒体偏差。财经媒体有一个天然的倾向，就是放大极端的案例。你经常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说法：现在200万美元什么都不算。这些话之所以听起来有道理，往往是因为他们默认了3个前提：第一，在高生活成本的地区；第二，非常长的退休年限，以及偏向最坏情况的假设。问题在于，当这些说法被反复传播，他们就会慢慢被当成普遍真理。于是很多人开始下意识地相信200万美元好像也只是勉强够用。但如果我们回到统计现实，答案会完全不同。那我们就别猜了，直接看数据。很多文章会引用这样一句话：只有大约1.8%的美国家庭拥有200万美元或以上的退休储蓄。这句话常见于 Smart Asset、EBRI 等机构的报告。问题不在于它对不对，而在于它到底在说的是什么样的资产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用美联储官方的 SCF 数据，把这个数字来验证一下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来看最保守的口径。在 SCF 中，退休储蓄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：所有税收优惠退休账户的合计余额，包括 401k、403b、Traditional IRA、Roth IRA、SEP、Simple IRA 等等。当然，这里不包括应税投资账户 （Taxable Account）。也不包括房产或是企业资产。我们先来看看大众的数据作为参考。这张表展示了在各个退休年龄段退休账户总余额的中位数。这张表说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：即便是在65到72岁这个非常典型的退休窗口，一半美国家庭所有的退休账户的余额加起来还不到20万美元。所以当我们说退休账户总余额达到200万美元，肯定是非常罕见的。根据美联储 SCF 的数据，200万退休账户总余额对应的家庭比例大约是1%到2%。这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之前 EBRI 给出的1.8%在数量级上是合理的。此外，退休账户总余额大于100万的比例大约是4%到6%，供大家参考。但这只是现实中最保守的一层。你可能会问，只看退休账户会不会低估真实情况？答案是会。所以我们进入第二步。现实中，退休家庭往往不只有退休账户，还会持有一定规模的应税投资资产，以及房产、企业股权等等。
所以下一步我们用家庭总净资产看看你站在哪一层。ICF 中的家庭净资产 net worth 包括退休账户、应税金融资产、自住房净值、投资房、企业股权，然后扣除所有的负债。如果我们只看典型的退休人群65到72岁，总净资产超过200万美金的家庭占比大概是10%到12%。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他数据作为参考。净资产超过100万美金的家庭占比大概是30%到35%，超过300万美金的家庭占比大概是5%，超过500万美金的家庭占比大概是2%。但问题在于，这里的净资产包括了自住房，然而自住房本身并不能直接帮你产生持续的现金流，也无法使用4%可持续提取法则。所以，我们做最后一层，也是最关键的一层拆解。我们假设可退休资产约等于家庭总净资产减去自住房的净值，这里是基于 SCF 提供的资产结构的合理推导。根据65到72岁的典型退休人群的数据，真正拥有200万美金可用于退休支出的家庭，只占退休人群的大约4%到6%。同样的，我们看看其他数据作为参考。真正拥有100万美元可用于退休支出的家庭，占退休人群的大约15%到18%左右。真正拥有300万美元可用于退休支出的家庭，占退休人群的大约2%到3%，而真正拥有500万美元可用于退休支出的家庭，占退休人群的大约1%左右。总结一下，我们提到的不同的200万美元，其实代表了3个完全不同的财富层级。如果只统计专门为退休准备的账户总余额，那么达到200万美金的家庭只有1%到2%。换句话说，100个家庭里有98个永远都达不到这个水平。在继续之前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说清楚：能达到这个水平通常不是偶然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这意味着多年高于平均水平的储蓄率、长期的延迟满足、持续的不断投资，以及让复利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真正发挥作用。哪怕只是多几年的复利，长期下来都会产生巨大的差异。这同样意味着你对支出的理解，以及在收入增长的同时能否控制住生活方式膨胀。所以，如果现在你已经接近或者正在达到这个水平，那几乎可以肯定这不是运气，而是长期纪律的结果。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那么，很多人关心200万美元在退休后到底能花多久？这里我就需要提到，除了资产规模之外，退休地点也会极大影响200万美元能支撑多久。有一些基于生活成本、税收等模型的分析显示，如果不算社安金，全美国平均来看的话，200万美元大约能支撑33年左右的退休生活。像在夏威夷、加州、纽约这样的高成本州，可能只有10几年；而在密西西比州、俄克拉荷马这样的低成本州，则能撑得更久。数字一样，体验却完全不一样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某些地方200万美元让人觉得非常紧张，而在另一些地方却非常宽裕。但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很多人只盯着数字时忽略的，因为不是所有的美元都是一样的。你的钱到底放在哪里？是应税账户、税前账户还是 Roth IRA 账户，都会极大的改变这个数字的真实含义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在很多退休规划的场景下，一个200万美元的税前账户，比如传统的 401k， 在扣除未来税负之后，实际可用的价值可能并不比150万美元的 Roth IRA 账户更高，甚至灵活性上还要更低。生活方式一样，支出一样，但心理安全感和可控性可能完全不同。很多人到了200万美元这个节点，以为自己终于要完成了，但当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依然不安时，就会误以为一定是钱还不够，而现实往往是问题不在金额，而在结构。所以问题在这里发生了转变。一旦你走到了这个层级，真正的问题不再是我还能不能多存一点，而是我如何把这些资产转化为长期稳定可控的现金流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规划
开始比单纯的积累更加重要。两个拥有同样$200万的人，完全可能过上两种截然不同的退休生活。如果你已经接近或是已经达到了$200万，你已经进入了一个统计意义上极少数的区间。但$200万从来都不是自动自由，它带来的是从容还是持续焦虑，真正取决的你是否拥有清晰的结构、可控的现金流以及对自己位置的正确认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